嗨，大家好，我是达达，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然后今天是一期聊天视频，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同居。我发现好像还是有很多人对于我跟我男朋友刚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刚开始同居，刚开始确认关系的那一段日子的一些故事，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这期视频我就再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我当初是如何跟他同居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互磨合，然后在刚开始同居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跟他又发生了一些怎样的事情，争吵，然后我都会在这个视频里面再详细一点的分享出来。如果屏幕前的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扰，或者是正在为将来的同居做准备，那么我希望我的这期视频能够给到你一些帮助。然后大家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住一定要点赞、投币、收藏，一键三连一波，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正式进入这期视频的主题吧。然后相信大家通过我的那一期视频就已经知道了我跟他是如何走在一起的，那么我就不再过多的描述这个问题了。当时呢，我跟他认识了之后，就是加上微信之后，其实呢还只是偶尔的，就是在微信上面聊一下。刚开始大部分可能是围绕着他店里面的一些衣服呀，还有我的适合的一些穿着风格，就是在聊这些问题，因为他是服装店老板嘛。到后来聊多了呢，慢慢的聊到了一些私人话题上，然后就发现他是个 gay， 我也是个 gay。然后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才是我们正儿八经开始有约出去吃饭呀、当朋友玩呀这种情况发生。然后一直到有一天，就是一起出去喝了酒，酒后晚上呢就发生了那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那个在那个视频里面也有提到啊。就其实，在那一天晚上过后，第二天我还是能够感觉出来，就是他其实是有一点后悔的。这个后悔不是说就是那一晚我给他的感受不好，不是这个原因，而是觉得我太小了，我们俩太不合适了，好像就是不该跟我就是有这么一个晚上。但是我呢，就还是很大气，对不对？我就只是那个了一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没有必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就合不合适再说。这个在上一个视频好像也提到了一点点。当然，我还是很喜欢他的，我是正儿八经的，就是想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的那一种啊，但他可能当时没有，觉得我太小了。反正就是那个过后呢，也还是算是保持着朋友的一个关系处了下去，但是就是中间时不时，就是有了第一次之后，就他尝到了那个甜头，我也尝到了那个甜头，就感觉在那个方面还是挺搭的，挺合适的。所以呢，就不知不觉的就有了第二次，有了第三次。当然，在这几次我们都还是在外面开房，并没有说去他家啊，就更不用说同居了。因为我也说过，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人。包括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他几乎都没有带我去认识他的一些朋友，只是我们两个单独出去玩，而且他也有刻意的回避让我见到他的朋友这种感觉。但是我能理解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的小，一看就是那种不太像是能够跟他做朋友的那一种人啊。那话题扯回来，就我们还是后面的几次我们都是在外面开房嘛，因为很明显他不是很想让我去他的家，不是很想把他的一个家庭住址暴露出来。当然我也无所谓，毕竟以当时的我们的那个关系来说，就在哪做不是做呢，对吧？当然，也因为是在酒店的那种环境里面，就使得我们俩的那一种关系，怎么说呢，就很有情趣。因为酒店那个环境大家也懂得嘛，就还挺刺激的，有时候觉得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前面都是在酒店里面度过的，但是就是突然有一天吧，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他跟我说，今天我们别去开房了吧，今天你来我家吧。他说他最近把家里收拾了一下。因为说实话，之前我们俩出去开房去那个的时候，开房还是挺贵的，也挺花钱的。我们也不是说开那种钟点房，我们就是正儿八经开一晚的房，然后我们晚上就是在酒店睡一晚，一直到第二天再走，不是普通的那种，就是在酒店待那么一两个小时就走的那种，并不是，而是就是到第二天
白天才退房才走。所以再扯回来，他就反正就是以一个他最近把家收拾了一下，比较干净了的这么一个理由，邀请我去他家玩。那么我也就去了，因为说实话，之前虽然我嘴上一直没有说，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想去他家的，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他还不想那么早就把我带回家，带回他住的地方，因为他要是那么想的话，他早就主动跟我提了，对不对？因为每次出去开房，说实话，那个钱也并不是我出的，是全部是他出的，所以他如果想把我带回家的话，肯定早就那么跟我说了，但他没有，所以我也并没有主动去提。但是那一次呢，他就主动提了，邀请我去他家了，那我也就那天晚上也就去了。当时他是租的一个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这么一个结构，不是很大啊，但也不是那种通间。然后他家给我的一个感觉呢，我是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是比较的有那种生活气息的，就是家里是比较的干净的那一种，然后有很多自己的衣服呀，然后还买了很多，就是他比较喜欢养花花草草的，就有很多小小的一些植物啊摆在家里面，就能感觉出来是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家。就是这种环境，就大家能想象，那个环境是非常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空间。就我能明白那一种，就是自己精心的收拾整理的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其实当你有这么一个空间的时候，你是不太想有别人走进来去破坏它，去打扰到他的。所以当时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看到他的整个的一个房间的时候，我其实还是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就是一看就是这个人很会生活，很会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我第一次去他家呢，也就是很自然的，就跟我们在外面开房的时候一样，就是我会在他家住一晚上，一直到第二天白天再离开。然后当时我跟他的关系就很微妙的维持在了这么一个关系里面，就是我一般跟他见面的时间都是在晚上，跟他出去玩吃东西也基本上都是约的宵夜，我们很少就是有白天出来，因为他白天比较忙嘛，要工作，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出来。然后晚上出来自然的吃完宵夜，甚至有时候宵夜一起喝一点酒，自然的回到他家之后就会所以就很自然的会在他家就待到第二天早上。对，因为他也不是很想让我走，我能感觉出来他是想跟我一起就是待一个晚上的，而不是那种就把你用完就丢掉的那一种感觉，就是用完了好你可以走了，不是这种感觉。当然我呢也是我是一个比较识趣的人，所以我在第二天早上在他家醒来之后呢，我基本上就是不会再逗留一刻立马回家的那一种。虽然他没有说一到白天就要赶我走啊，但是我就是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到白天我就立马就收拾东西回家了，就不是很想在那个地方多待一下。可能是因为就晚上跟他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在我自己家精心的打扮了一下再跟他出去的，但是在他家经过了一晚上的折腾，到第二天早上就整个人就已经显得没有那么的精致了。然后白天嘛，有阳光啊，就见光死的感觉，所以就想白天就赶紧回家，我是有这种感觉的。然后后来呢，我们差不多也就维持了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就我偶尔一周去他家去那么个1到2次吧，多的时候可能3次吧，然后在他家住一晚，每一周都有这样的一个频率，然后第二天立马回家，就这一种。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持续了还蛮久的。然后直到有一天，那天我去他家的时候，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一起醒来的时候，他好像是正好休息吧，还是怎么样的，我也不记得了。醒来之后，我就立马穿我的衣服，急急忙忙的就想准备回家了嘛。但是他呢，就突然就是抓住我，然后问我，你为什么每天起来之后都这么急急忙忙的要走啊？他就很认真的这么问了一下我。然后当时我好像是有点被他问住了，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这么急急忙忙的要走，我觉得好像有点愣住了。因为这一段我的记忆还是挺深刻的，因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就继续说，我们俩每天起来的时候也差不多接近中午了，要不一起吃个中饭，我可以去买个菜，我给你做个中饭吃，然后再随便聊一下天玩一下。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呢就更加的愣住了，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一套我们俩的一个相处模式了，就是我前一天晚上来待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的白天就立马走的那一种。他之前也没有拦着我，但是虽然之前没有拦着我吧，我也没有一个好的理由就是再留到他家不走，但是这一次他就突然之间这么问我了。
当时我的回答呢，并没有说我要留下来。然后当时他问完我为什么要走的这个问题之后，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就是类似那种，还是不太好吧，我还是先回去吧。就类似这一种，我也不记得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了，但我的确是这么说的，我并没有留下来。他第一次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他好像也没有多问了，他就说，那好吧，那没事，那你走吧，那就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那次，经过那次之后，是不是我有点伤到他了，还是他想多了？反正那次之后，他可能觉得挺尴尬吧，还是怎样的。我们反正是有那么几个星期没有再发信息了，因为每次我去他家，其实都是他主动发信息给我，让我去。今天晚上要不要来我家玩？要不要我们一起去吃个宵夜？然后今天晚上在我家陪我一晚上。基本上我去他家都是他来开这个口的。但是就经过那一次，我回家之后有那么1个多星期，他都没有再给我发过信息，就是让我去他家。当然我就也没有主动去问他，今天我去你家玩好不好呀？就是这种我也没有主动去问他。对，就特别的莫名其妙。但我现在回过头来一想，这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想进一步的加强跟一个人联系的时候，所表现的一个方式吧。好，然后经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再后来的有一天呢，他就又开始问我，今天要不要一起出去吃个宵夜，然后在我家玩一晚上，陪我一晚上，就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那个模式了。然后我就也很自然的我就说好，然后第二天我就还是很自然的就收拾东西就回家了，因为他第二天也没有再像那一次一样的就是挽留我呀，说要不要再待一会儿呀，也没有了，但是也没有赶我走啊，但是我就还是很主动的我走了。然后一直到有一天吧，有一天我跟他一起在他家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非常早就起来了。然后那个时候他起来是因为工作上面有一点事情，要立马起床去他的那个服装店里面去处理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很早，我是被他吵醒的。然后他看到我醒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你在这待着不要走，没关系啊。他把钥匙留在这里，他没有拿。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临时有事，我要去我店里一趟，然后你就继续睡，不用管我。那天我记得他是快到了中午的时候才回来的。换平常的话，我就应该早走了。但是呢，那一次因为他没有带钥匙走，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没有备用钥匙吧，我不知道啊。反正我那次就听他的话，我就没走，就一直坐在那等他回来。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刚好是中午了，他就问我刚好到中午了，要不要再去吃个饭什么的一起。好，那就去呗，就一起去吃了个饭。吃完饭之后呢，又很莫名其妙的就跟着他去了他的那个服装店里面，跟着他一起在他的服装店里面就是坐了一天之后，他工作，我坐在边上玩手机，有偶尔没事的时候帮一下忙什么的。然后一天之后呢，正好就是晚上，他也请我吃了个饭。然后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回家了，因为没办法在他家继续待下去了。2个晚上我不睡自己家，我就家里人不让了。然后那天就是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回家了。然后那也算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外面一起度过了一天，而且这一天很莫名其妙的，不是那种所谓的约会的那种度过一天，而是我陪着他。或者说他带着我走了一遍他的日常的生活，就有一种这种感觉。他领着我看完了他一天的生活内容，然后我感觉好像也是经过那件事之后吧，我发现我们俩的关系好像有了那么点的不一样。说是普通朋友吧，但是我们又，对吧？你说是纯的一个爸的一个关系的话，好像也不是，因为我们又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很自然的，我就跟着他走来走去啊，干嘛干嘛的。突然一下，像是一对生活了很久的情侣，在过着一个平淡的生活，就非常的。这些感觉都来得非常的莫名其妙，我相信他当时的感受应该跟我差不了多少。除了晚上在他家2个人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是轰轰烈烈的。到了白天，我真正的走到他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会发现他那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2个人的相处的状态。然后也是就经过了那件事情之后，慢慢的我去他服装店里面的时间就也越来越长了，就非常就没事的时候就是会跑到那边去找他玩，找他聊天，或者只是他在忙，我在旁边坐着玩手机，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一直等到他晚上10点多下班，然后再一起出去走一走散散步啊，然后跟他一起回家，或者吃个宵夜再回家，就这样子。
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接触到了他大部分的要好的朋友，然后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俩确定了我们俩的关系。就是这么的简单又不太简单的感觉。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俩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表白，因为一切都是来得非常的自然。那么再扯到下一趴，就是我跟他确定了关系之后，其实就在我跟他正儿八经确定了关系之后那段时间，我也在上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也就再也没有回自己家，就是我父母家，我就再也没有回去住过了。我要么就是睡学校，要么就是睡他家。前期还是睡学校睡得多一点点，后面慢慢的就学校也不睡了，白天去上了个课，晚上就去他家，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特别搞笑，那个时候我大学的同学，同一个寝室的一些同学，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不是在外面被谁给包养了，就每天在外面过得都有滋有味的，有吃有喝的，很有意思。然后就是走入跟他正式同居的生活的那段时间里面，就是在住宿上面，他没有让我交过房租，他没有主动的跟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分担一半的房租，没有这么说过，我也没有主动提过，因为他知道我没有什么钱，学生嘛，哪会有钱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住就是全是他掏钱，房租全是他自己交，水电啊、物业啊都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插入一个我的一个背景故事在这里，就是我是一个非常不会生活的人，我是一个没有太多生活经验，在家务呀、做饭呀这种事情上面，我是属于那一种不太能够自理的那种人。在小学的时候，我是跟我妈妈在一起。那个时候上学、放学、洗衣服、做饭，全都是我妈妈在负责。她每天帮我洗衣服，她每天做饭给我吃。然后到我进了初中，初中我是跟我爸住在一起，也是在初中的时候，我从老家搬家搬到了长沙。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爸是有在家请一个保姆的，因为我爸他自己他不太会做饭，他工作也很忙，他没有时间做饭。关于请保姆这件事情呢，一直从初中阶段持续到了高中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就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这种事情，我是几乎从来都没有自己上过手的，非常惭愧啊。所以在我以前的那个思想里面，我也从没有觉得做饭、做家务这会算是一个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就在我跟他刚刚同居、正式同居、正式在一起的那个阶段里面，暴露的非常明显。因为我会发现，就是我很自然的在他家，我就发现我不会主动去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洗自己的衣服、洗自己的袜子、洗自己的内裤，然后主动去整理家里面的一些卫生啊，这些问题我都没有主动去做。然后他是一个，我也一开始说他是一个很居家的人，对不对？把自己的生活整理得井井有条的，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在那个时间段里面帮我捡起了我的这一些工作。他帮我洗衣服，帮我洗内裤，帮我洗袜子，偶尔还给我做饭。做完饭之后，我还不用刷碗，他很自然的就去把碗刷了。我很自然的也没有想着说要去帮他刷碗这件事情。哎，好惭愧啊！就又是一切都发生的那么自然，我就恰好是那个生活无法自理的人，他就是恰好非常的能够整理自己的生活的一个人。然后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俩都没有正儿八经的聊过，他也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你不去洗自己的衣服呀，不主动去干嘛呀，我也没有问过他我以后的衣服我自己来洗啊什么什么，我也没有，他就很主动的就帮我全部都整理起来了。所以刚开始在一起同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这一种争吵的，相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给彼此带来的快乐好像会更加的多一点。但是，就凡事都有一个但是，还是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到后面就还是出了一点问题了。比如说到后面，那个时候我大学也差不多要毕业了，就是非常的无聊，就整个人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然后我当时做的最多的事情，我记得是在他家躺着，在他家的床上躺着。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白天出去工作，我白天跟他一起醒来，他走了，我躺在床上。他晚上工作完了回来，打开门发现我还是躺在床上，我的位置动都没有动一下的那一种，躺在同一个地方。
坐那玩一天手机，刷一天电视剧。就这个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慢慢的他开始就是提出问题了。他说你现在既然没有什么特别忙的事情，然后我工作平常又比较的累的话，家里面的一些小的杂事，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需要去做一下？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当然这也很正常嘛，他帮我做我该做的那一份事情已经做了那么久了，但同时他帮我做了我的那一些事情的同时，他还需要去外面工作啊，还需要赚钱，那他图什么呢？对不对？不管一个人有多么的爱另一个人，他都没有办法为你做到那个份上嘛。但是当时我是很拽的啊，因为我从小没有做过家务，所以当时我给他的回复就是我可以做啊，但我不会。就我很拽的跟他说我不会，然后他当时我记得是非常无语的。哎，我那个时候的确非常的懒，就没有压力，没有学业的压力，也没有找工作的压力，就是整个人都非常的懒。我估计他也是看我那个状态已经懒得不行了，看不下去了，也是为我好啊，才委婉的提出了比如类似做家务啊这个事情。但是奈何提的有点晚了，那个时候我懒习惯了，加上我从小也没有做过什么家务，所以那个时候偶尔会为这个事情就是会发生一点小小的争吵。但是这些争吵到后面也就都没有了。主要原因也不是因为后面我学会了如何去做家务，如何去整理自己的屋子这件事情，主要原因是后来我找到了工作。也就是现在我的这一份工作，大家可以看我的那一期公司 vlog， 就后来我找到了工作，白天我有事情做了。所以晚上回家呢，他好像就也不会再拿这个事情出来说了，他就很自然的就不说了，就他该做的他还是继续在做，我不做的我还是继续不做。然后他也没有就是在所谓的抱怨过什么了，因为他可能也了解到了我的性格，我的一个成长环境里面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被周围的人保护的太好了，就什么事从小到大我都不用去自己动手的这一种，所以他好像接受了我的这一个设定，然后又加上我找到了工作，我有事情可以忙了，我开始赚钱了。所以做家务这个事情他就也没有让我再做啊，他也没有抱怨，然后他也就一直自己做下去了。这一点我真的还是非常感谢他，因为我说实话，我第一是很不会做家务，第二我是真的很讨厌做家务。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我有在自己做家务，因为毕竟现在就是跟他会有偶尔异地嘛，所以该自己做的还是得自己做。然后也就是从我找到了我的工作之后，开始工作了之后，我们俩也就决定，我们一起去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当然是租房了，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一个地方。现在我租的是一个2室1厅1厨1卫这么一个结构。至于为什么租个2室的，因为我们现在养了猫啊，对，我家有3只猫，所以租了一个大点的房子。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我现在工作了，我能赚到钱了，我能去负担一部分的房租这些东西了，所以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的房租呢，我们2室就是平分，但是水电费这些还是他在出啊，他没有让我出，还是他主动在出，因为他比我有钱。但房租我有付一半，好吗？已经有进步了啊。但是做家务这个事情还是主要是他在做了，虽然我有付一半房租，但是现在当下的我还是能做家务的，因为毕竟他现在也不在我身边了，异地了，被逼着这就必须自己做一点家务了。不知道这期视频超时了没有？我感觉我聊了好久了。然后这就是我们同居这段时间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了，以及我们是怎样就是磨合到现在的。好像对大家也没有太多可以参考到的地方，因为我跟他性格呀各方面都属于那种比较互补的，就刚好。但是我今天聊下来之后，我也觉得我还是需要再反思一下我自己，就是我还是在做家务这件事情上面不能太偷懒，但同时我也的确很幸运啊，找到了这么一个人。我希望你们也能跟我一样这么幸运，好不好？不知道这期视频我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说明白了没有？希望就如果屏幕前的你现在是单身的话，我希望你能早日找到那个可以一起跟你平摊房租的那个人，好不好？咱们的这期视频就这样子了吧，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可以多多的一键3连，好不好？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